馬來西亞印度人的逆襲之路如何從貧困走向高端呢？這是一群既不掌權也不掌錢的群體，如何能在馬來西亞生存呢？曾經的印度人在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印象中就是那種危險人物，可能搶劫，可能綁架。因為他們生活艱難，所以難免可能會鋌而走險，所以有時華裔家長會拿阿布奶奶這句話來嚇唬自己的孩子，比如說你要乖乖哦，不要亂跑哦，不然等下阿布奶奶會來抓你哦。總之就帶有點貶義詞就對了。但現在如果你有留意的話，他們已經開始轉型為高科技和醫學的人才了。根據2021年的数據，官方数据，在馬來西亞的印度人口約有 6.8%， 約210萬人。但印度裔在醫學領域的表現超越了其他的種族。根據1984年的調查，印度裔醫療專業人員占國家人口的 38%， 現在無疑就更多了，因為他們在不遺餘力地為下一代投資教育，因為他們相信只有教育能改变他們的命運和振興他們的種族。你在生活中可能會發現，為什麼印度人的英語總是那麼的好？據我一些印度朋友告訴我，現在有越來越多印度家庭故意讓英語成為他們的日常語言，也就是說，在馬來西亞有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尤其是新生代，他們已經不會說自己的母語了，也就是印度語，而會操一口流利的英語，而且這個趨勢還在不斷地擴大。現在在馬來西亞說的最流利英語的群體，不是華人，更不是馬來人，而是印度人。因為相比起印度語，英文能帶給他們的經濟效益更大，無論是大學還是科學界、醫學界，都是由英文在主導。而印度語無論是在馬來西亞還是在國際的效用都不大，而且在本地市場受眾遠比馬來語和華語來得小。與其各個語言學得半桶水都不精通，不如專攻一個效益最大的英語。由於印度人跟我們華人一樣有各式各樣的方言，在馬來西亞印度社會中，使用泰米爾語 Tamil 為日常用語的比例占該人口的 45.4%， 約98萬人在使用，而英語這個外來語種卻占到了 41%， 約89萬人在用。可見英語的吸引力不小啊，超過了他們自己的語言，包括印地語在內的其他語言，所以他們已經狠下心要改變下一代人的命運，並已經在和國際接軌，在醫學和科技方面已經逐步取得主導地位。大马时任首相馬哈迪曾說，如果政府給美族每人發放100萬的現金，華人拿到錢後就會拿去做投資、做生意，創造更大的價值，而馬來人拿到這筆錢會拿去買跑車、豪車等，拿去享受生活，而印度人呢，則會把這筆錢投資在教育，讓下一代有更好的未來。所以請你不要再說讀不讀書都一樣，不讀書也可以當老闆，那或許是舊時代的思想，但在現在這個時代，就連修車當一個技工都要去讀書拿文憑。現在的印度人正在用這個方法在改變他們的命運啊，而且已經看到成效了的。我尼克斯在此祝賀他們成功。當然，現在不是所有的馬來西亞印度人都享受到了他们革命所帶來的果實，因為這是一場需要至少奮鬥幾十年才能看到成果的事業，而依然還有很多印度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在1786年至1824年間的海峽殖民時期，英國征服了檳城、馬六甲、新加坡後，就逐步引入印度勞工，當中包括了商人、警察、圓鍮工人及殖民士兵等。在英國殖民時期抵達馬來亞的大量泰米爾人，主要來自泰米爾社會的最底層，並作為錫礦和農業莊園的合同工來到這裡。從他們來到馬來亞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幾乎是個債務奴隸了，不得不在合同制度下解決他們的通行和招募費用。他們的工資微薄，以至於他們整個服務限期都即將被消耗掉。嚴格上來說，馬來西亞的印度人裡也有分很多族群，但一般華人能憑外表分得出的，應該只有錫克族了。來自印度北方的錫克族，因為他們有頭巾，皮膚也相對比較白皙，和非錫克族的南方印度人有較大的差別。還有在文化上把印度人分為穆斯林印度人和非穆斯林印度人。穆斯林印度人統稱為 Mamak， 在馬來西亞有大量被本地稱為媽媽檔的平民穆斯林印度料理的餐廳和小檔口，通常是24小時營業，老闆通常是印裔穆斯林。
如果你有機會來到馬來西亞的話，一定要去品嘗一番，尤其是在晚上，你不懂該吃什麼時候，或擔心那個餐廳是否已經打烊，就是說你不知道哪裡還有餐廳可以吃，這就是最好的選擇了。這是馬來西亞其中一個特色的餐廳，受各族人民所愛戴。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個專注於提供國際知識的頻道。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現在是時候訂閱了，我會每周更新哦。也順便打開你的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接下來的精彩視頻了。我會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們就談到了印度企圖吞併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野心。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請按下面的鏈接去看唄，或等下來到我的頻道找也行。現在呢，就讓我們談談大馬印度人的逆襲之路唄。如今印度人在馬來西亞是第3大的族群，當然這只是官方的說事，事實是馬來西亞的印度人已經是第4大民族了。根據2020年的數據，在馬來西亞常住的外勞人口就達到230萬人，佔比約 7.2%， 比印度人的 6.8% 還要高。而這些人呢，主要來自印尼和孟加拉，而這些外勞呢，隨時都有可能轉化為大馬公民，而且地位分分鐘都比你大馬華人和印度人都要好。嘿嘿，原因的話不用我講到那麼白，你懂我懂就好。你或許會問，為什麼這麼多的外勞會選擇來馬來西亞，而不是去新加坡這個匯率更高的國家呢？因為新加坡主要吸引着的是高端和科技人才。這些外勞去到那可能找不到適合的崗位，但在馬來西亞卻很容易找到，因為馬來西亞人很喜歡挑工作，這跟澳洲人是一樣的，自己不喜歡幹那種農活，所以就讓這些外勞有機會進來填補勞動缺口。畢竟馬來西亞的天然資源是很豐富的，你不做，他們又不來，那些工作又是誰去做呢？哈哈，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時任大馬首相馬哈迪說的。如果你時常在那邊埋怨為什麼我們國家有那麼多外勞，那請你先接管那些外勞的工作。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國內有那麼多外勞搶了本地人的飯碗，而推高失業率。在大馬有一種現象，尤其是城市人，寧願失業也不要做那些農活。你可知道農活，尤其是種油園或者是橡膠園的，現在大缺勞工啊！很多果爛在樹上都不夠人去把它採下來，而本地人卻不想去填補這個由外勞留下來的缺口，造成國家經濟損失和失業率的飆升。尤其是在這段疫情期間，外勞進不來馬來西亞。以前的馬來西亞工作布局是這樣：馬來人主要從事於公務員來管理國家，而華人呢主要從事於私人領域創業發展經濟。而印度人呢，通常是作為勞動者，也就是最廉價的一群人，比如修路。但現在不要說農活了，就連修路、場地工人那些以前主要由印度人負責的，現在都由外勞接手了。那些印度人都跑去哪裡了呢？就像我剛才說的，他們已經開始轉型了，現在往高科技、醫學領域還有法律領域發展。然而，這 6.8% 人口的印度人在國內其實並不團結，他們同樣繼承了他們祖籍國印度的傳統，類似有種姓制度，而在馬來西亞發展。也就是在印度社會中，他們有分等級的，一共有4大階級。第一就是精英階級，包括專業人士，比如律師、醫生等，還有其他的高級政府官員和私營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等，這些都是精英階級。第二就是受過英語教育的上層中產階級，主要是由政府的公務員組成。而第三就是受過本土教育的下層中產階級，包括商人、學校老師、記者、小農。第4階層就是為政府服務的勞工，比如說醫療服務、鐵路、碼頭工作等，以及在私人就業，特別是在莊園裡工作的那些印度人，每天要曬太陽的。這4個階層的印度人，他們之間的流動和交流是很少的。上層看不起下層，而下層也不敢高攀。所以，如果說要團結共謀國家地位和福利，幾乎是不太可能實現。那熟悉印度的朋友或許會問，那馬來西亞的強姦案是否像印度那樣每15分鐘發生一起呢？其實在馬來西亞的強姦案其實還好，以2017年的數據只發生了1582宗而已，而主要發生在雪蘭莪州，佔比 18.2%， 約296宗。而剛好根據2015年的數據，印度人聚集最多的州屬也是在雪蘭莪州，多達71萬人。這兩者是否有關係？其實我沒有掌握到相關的數據，所以我不敢斷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照目前的數據，馬來西亞的強姦案數據，馬來西亞的印度人並沒有繼承到印度的陋習，不然我們的強姦案數量不可能這麼低。而在政治方面呢，印度人其實也有自己的政黨，那就是印度國民大會黨 MIC。
但隨着大馬印度人的人口銳減，導致這個政黨的影響力也逐年走下坡，基本已經沒有辦法再捍衛印度人在馬來西亞的權益了，只能算是一個象徵性的政黨。這是當然的，因為種族政黨的勢力和力量主要源自於自己的民族。如果這個民族的人口一直在銳減，勢必影響到這個政黨的力量，因為它所代表的人口基數就變少了，所以也沒有什麼話語權了。這同樣發生在馬來西亞華人政黨，比如說馬華公會、民政黨等。如果你想知道馬來西亞華人還有沒有未來，可以按上面的鏈接去看唄，或等下來到我的頻道找也行，看我上一期的作品，這裡我就不多說了。所以無論是華裔選民還是印裔選民都表示無奈，曾經那麼具有代表性的政黨今天卻形成擺設而已。但其實這些錯不在政黨，而是錯在人民自己。你沒有給予足夠的力量，讓這些華裔和印裔政黨有尊嚴的站起來為你們看診，在這個馬來西亞。所以也是因為這些狀況，導致現在的非土著，也就是華人和印度人都比較傾向於多元的政黨，也就是不分種族只關心理念的政黨，比如說火箭、公正黨等。在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中，有16名印度人當選下議院議員，創下歷史之最。而西蒙執政期間，印度社會群裡曾有4名部長和1名副部長，而華裔部長數量也是創下歷史之最，這算是非土著的最佳選擇了吧？如果走回種族路線，我們是玩不過人家的。但很可惜，這樣的成就只維持了1年又9個月而已，就被推翻了。馬來西亞又再次倒退回去之前的種族政治理念了，直到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呢？你可以來我的頻道看之前的作品，關於泰國華人的那部就知道了。好，我今天分享到這。學到東西的話，歡迎你留言、按讚及分享，還有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哦，我會每周更新。如果想學習其他國際知識的話，可以來到我的頻道看我之前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我們下期見。記得訂閱哦。